月光铺洒进来，落在床头，像极了魏无羡刚回来的那个夜晚。蓝忘机凝神调息，深长呼吸，平复胀得发痛的下身。似乎过了很久，里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仿佛有人睡不着觉，在地上踱来踱去。魏无羡想，我就偷偷的瞄一眼，就一眼，还没有见过蓝湛睡着的模样。魏无羡轻手轻脚地往隔间走去，然后在转角处遇到了蓝忘机。蓝忘机的眼神晦暗不明，神色难辨，一瞬不移地盯着他。魏无羡急道：蓝湛，我口渴。口渴。蓝忘机的声音低沉暗哑。水在桌上。魏无羡回头，水果然在桌上。他离桌子已经4米远，怎么看都不像是起来喝水的。蓝忘机走到桌前，倒了一杯水，用灵力温热了，看着魏无羡。魏无羡被他直白又炽热的目光烫得两腿发软。两人对视一瞬，蓝忘机拿着茶杯走到魏无羡面前，将茶杯直接递到魏无羡的唇边。习惯使然，魏无羡低头就着蓝忘机的手，咕咚咕咚喝了2口水。时间静止了，魏无羡顿住了。不对，我怎么可以这样？更不对的是蓝湛吧，他怎么可以这样？魏无羡的唇还抿在杯沿上，他抬眼看蓝忘机，被吸进他滚烫的目光里，情愫暗涌，空气闷热难当，有什么东西在悄悄升温。蓝忘机的喉结似乎滚动了一下。不喝完吗？魏无羡松开了杯子，轻轻摇了摇头，一滴晶莹的水珠上还挂在他唇角，衬得娇嫩的唇瓣鲜红欲滴。蓝忘机不自觉地攥紧了拳。好。蓝忘机将茶杯放回桌上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然后蓝忘机走过来，直接将魏无羡打横抱了起来。莫名的，魏无羡忘了惊叫，忘了挣扎，任蓝忘机抱着，全身僵硬，一动也不敢动。蓝忘机就这样把魏无羡抱回床边，放在了床上。魏无羡撑起身，看着蓝忘机，他站在床边，高大又沉默，挡住了所有烛光，如玉的脸庞藏在暗影里，看不清神情，呼吸变得十分困难。半晌，魏无羡抬起臀，往床里挪了挪，无言的邀请。蓝忘机的眼神晦暗深邃，意味不明，如一汪幽深的潭水，一眼望不到底。他缓缓坐到床边，哑声道：睡不着。睡不着。魏无羡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，喉结上下滚动。你哄我睡。蓝忘机的眼神变得柔和了，弹琴的手拨了拨魏无羡的头发，将一缕发丝轻柔地别到耳后。蓝忘机定定注视着魏无羡，哼了一首和缓宁静的曲子，是魏无羡早上弹过的那首。魏无羡怔怔望着蓝忘机，眼里只剩下蓝忘机眸中的琉璃色。一个名字浮上心头，魏无羡轻声道：忘羡。蓝忘机的眼睛倏地睁大了。蓝湛，你哼的是忘羡。蓝忘机的呼吸声变得粗重，胸膛似乎起伏了一下。是。蓝湛，你送我情。是。我送你戒指，你一直戴着。是。我们一起游山玩水，穿一样形制一样绣纹的衣服，我们一起看龙阳画本，你记得我最喜欢的段落。是。魏无羡握紧了拳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问道：蓝湛，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觉得呢？蓝忘机叹息道：魏婴，你希望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暖黄烛光在蓝忘机的睫宇上跳跃，蓝忘机专注地凝望着他，滚烫的目光中似有火花闪过。这张脸，这种神情，这种目光，这种情形，魏无羡整个人都仿佛被一把理智尽失的火点燃，烧了起来。他突然之间疯了，豁出去了的靠近，狠狠亲了蓝忘机一下。因为亲得太狠，魏无羡撞到了牙齿，有一点疼，但这轻微的疼痛让他瞬间清醒了。他手忙脚乱地退开，慌忙说：对不，蓝忘机一把扣住了他，揉进怀里，狠狠吻了过来。凶悍的舌长驱直入，扫过他口腔内每一寸，卷住他的舌，含入口中，重重吸吮了一下。魏无羡呜咽了一声，蓝忘机的动作瞬间制住了，然后这个吻变得极尽温柔。蓝忘机拥着他，解开他的发带，手指穿过他的发丝，轻柔的梳顺，沿着发丝的流动，一寸一寸，隔着衣衫抚摸他的背，然后是腰，然后是臀，在他敏感的腰间臀间旖旎的揉捏。蓝忘机吻着他，舌尖勾起他的舌，
一点一点与他纠缠，轻轻舔过他的柔软和敏感，卷住他的舌，轻轻挑逗，细细含吮，翻搅撕磨，吻过他唇上每一寸，舌尖描摹着他的唇线，他的软嫩温柔缱绻，极尽缠绵。魏无羡被亲得头晕目眩，浑身酥软。半晌，蓝忘机放开他，轻声问：魏婴会讨厌吗？魏无羡痴痴望着他，迷蒙道：什么？蓝忘机又轻轻亲他一下。像这样会讨厌吗？怎么会？是你。蓝忘机笑了，情光映雪一般揽过他的腰，又细细吻了一阵，在他唇上道：魏婴，百凤山也是我。魏无羡瞬间清醒了。是。魏无羡又被吻住了。这一次蓝忘机吻得有点凶，速度更快，力道更重，动作强硬，唇舌翻搅，纠缠不休，吞咽他所有气息，吮得他唇瓣微麻，亲得他脚趾蜷缩，目眩神迷。魏无羡不由自主地以手抵住蓝忘机的胸膛，往后退了一点。蓝忘机立刻放开了他，两人对视着，都在微微喘气。魏无羡从未见过蓝忘机这样的眼神，暗涌的、情欲的、占有的，还有疯狂的。蓝忘机伸出手放到魏无羡肩上，魏无羡情不自禁地抖了抖。蓝忘机顿了一下，帮魏无羡整理好凌乱的中衣，拉好散开的衣襟，手指不小心擦过他的颈窝。魏无羡情不自禁地呻吟出声。蓝忘机的眼神更暗了，他缓缓放下手，魏无羡迅速地握住了他。蓝忘机看着他，眼神炙热滚烫，快把他烧穿了。蓝忘机哑声道：魏婴，我想要你。眼神直白热烈，像要把他生吞活剥，交握的手却无比温柔。魏无羡猛地收紧了手，把蓝忘机握得更紧，然后轻轻地点了下头。蓝忘机伸出手去解他的中衣系带，时间变得好慢，系带飘落变得好慢，中衣自他肩头滑落变得好慢。蓝忘机牵起他的胳膊，把他整个人从中衣里包出来，也变得好慢。蓝忘机温柔地问：魏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魏无羡难得的羞赧了，突然就想遮住自己的身体。我现在有点瘦。然后又想起自己已经被限制好几年了，刚才沐浴时只是胡乱抹了几把，并没有仔细看过现在这具身体。蓝忘机明白他所指，心酸又疼惜。魏婴，你很好，特别好。蓝忘机伸出手在他肌肤上细细抚摸。魏婴，我学了做菜。蓝忘机低语着：你喜欢的我都做给你。魏无羡轻轻嗯了一声。蓝忘机会做菜，会为他做菜，他似乎一点也不惊讶了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蓝忘机力气太大，魏无羡动弹不得，只感觉自己整个被他含进去了。再这样下去不可以这样对蓝湛，那是蓝湛啊，不可以亵渎他。恍惚之间，魏无羡仿佛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，可以稍稍减轻他汹涌的欲望，平息他翻腾的气血。不可害事不息，不可卯时不起，不可挑食，不可饮酒。魏无羡记起了规训时上的条条框框，忆起了自己抄写过的字字句句，在脑海中翻来覆去的诵读，然后魏无羡真的念了出来：不可站姿不正，不可坐姿不端，不可饭过3碗。蓝忘机终于放开了他，十分艰难地说：魏婴，你不要被家规。蓝忘机一手握住他的手，一手摘下抹额，将他推倒在床，双手松松绑在床头，明明一挣就能解开，魏无羡却没敢动。蓝忘机柔声道：魏婴，别怕，我会清闲。又来了，这种我教你的感觉。魏无羡恼了，急道：谁怕了？老子身经百战，你要操便操。说完，两个人都愣住了。魏婴，蓝忘机的神色温柔又宠溺，这话魏无羡在百凤山上也说过，身经百战，虽然失了记忆，但依然是他的魏婴。看在魏无羡眼里，蓝忘机的神色却是另外一层意思，就算你，我仍然喜欢你。魏无羡彻底急了，连忙道：没有，我没有，